好，嗯，今天跟大家分享情绪哈，这基本上在2023年吧，就是去年啊，去年一年，基本上我一直在体会这件事情哈，就是情绪在疗愈当中到底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对，到底有多重要？嗯，然后嗯。这么重要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哎，嗯，可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想要管理它啊，想要分类它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每一次看到或听到有关情绪管理这所谓 EQ 的讯息课程嗯，等等我心里说实在话，我就有一些情绪，我会有一些悲伤，因为我觉得情绪，嗯。有管理情绪是对我来讲是不是一条很好的路然后把情绪分了好坏，正负，哪一些是应该有，哪一些是不应该有反而加强我们左右脑的这种所谓的压抑控制，嗯，所以到了最后对我来讲是，不过这些路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有需要走就需要走那走了以后。嗯，总是会有一些体会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可是到某一个程度，我就觉得说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寻寻觅觅的人这么多，嗯，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第一手的资料经验，嗯，然后在诊所所看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这本书对我来讲还没有写完可是我想大概的内容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恭敬的献给大家所有寻寻觅觅的朋友啊。那希望我们大家呢，真正能够拥抱无限温柔的拥抱、倾听情绪所带来的讯息，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在外求什么东西，对，好像要找到好的老师，找到好的什么什么。事实上，在情绪里面有所有的讯息，可以让我们深入我们自己的内心，彻底的疗愈彻底照见自己纯真无瑕的心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是试试看我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样子所以为了这个，我重新画了一张图所以以前有这个经络疗愈这个 MCA 那哎，这样你那个 Clubhouse 是不是没有开麦啊对不起Clubhouse 我到现在才开麦，谢谢？OK，谢谢俊提醒我那 Clubhouse 真的有不少朋友在这边那在 Zoom 朋友看得到我的这个荧幕那 Clubhouse 没有办法，所以在我的头像上面有一个 PDF 的连接大家点在上面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得到。嗯，所以我们现在在第4页吧一二三，对，第4页MCA 2024所以基本上我今年的这个希望就是怎么那样能够有一张图让我觉得说我可以跟大家比较容易解释，对，比较容易能够分享吧嗯，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张图到底看这个要怎么用应该就这个OK，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的这个鼠标嗯，所以这个经络然后这个紫色应该是紫色紫色的这个框框呢，就表示我们的内在，就是我们的个人嗯，那我们跟这个个人之外呢，就是白色或者说有这个粉红色基本上对我来讲，我在后面画了一颗很大很大的心代表嗯慈悲大爱无所不在，所有的宇宙的
大的能量哈，到处都在哈，所以我们只是宇宙大能量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随时都可以跟它连接上。可是我们觉得说，我们跟宇宙的能量是分开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呃，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人生观是认为说这个世界不安全，那么很容易就把自己孤立起来。OK，那这张图里面呢，所以经络是充斥在我们内在哈，就是所有的细胞都跟经络有关系哈，所有的 DNA 的这个启发哈，或者说任何的病变哈，都跟经络有关系哈，所以经络我有机会的话，我再解释一下经络的东西哈。可是，在以这个讲座来讲的话，基本上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经络跟所有的东西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仔细的说。对，那我们跟外界的这个嗯交集化了，或者说感受到外界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只有五官哈，可是比如说这个意从哪里来哈？是嗯，有从这个在这个心经里面有提到眼耳鼻舌身意哈。那我是越往这条路走，我越体会到，就是说把这个意加进来哈，那真是了不起的东西，真的是，有绝大智慧、绝大体会、绝大觉悟的人，才有才对我，然后不但如此啊，还要非常了解我们人的这种所有意识形式，有下意识、潜意识的形式，这种，对我们的意的概念哈，所以它这个一个字意一个字来，事实上代表了太多太多东西。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对外界的东西的话，就基本上从五官来，眼耳鼻舌身，来从比如说今天天气冷别人讲了我们什么东西啊，我们耳朵听到什么，闻到什么，吃到什么东西哈，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基本上就刺激到我们的脑部。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画了一个，基本上画了一个箭头哈。那这个箭头先往下，再往上哈。所以所有的外面的感官，先到我们的爬虫脑，再到我们的情绪脑，再到我们的中脑，再到我们的左右脑。所以它是有一个，有一个顺序哈。那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开车，对，我们好好的开车，然后就是跟前面前后左右车子都保持一个良好的距离，所以我们的界限非常非常的好。旁边这个车稍微过来一点呢，我们很自然就会移动。我们的范围随时随地都因为我们的情绪而在保护。对，因为爬虫脑的观察，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想，不知道说那个人已经过来了，我们车已经动了。然后大概0.2到0.8秒以后嘞，我们的左右脑才会知道，就是说我们差一点被撞到。对，那个时候事实上我们的车子已经回到这个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对，我们的多半的人，呃这个车嘞就已经要不就停，要不就慢一点，要不就快一点，要不就这个稍微移动一点，又回到原先安全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一定要知道旁边这个车来了，然后呢再从左右脑判断说要怎么做的话，那真的天下大乱哈，就到处都是车祸。因为左右脑要处理事情是将近1秒钟之后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左右脑是有意识的脑。所以爬虫脑跟情绪脑哈，我在这边分了一下啊，就是说爬虫脑的格子啊，情绪脑的格子是绿色的框框哈，那中脑跟左右脑呢，基本上是蓝色的框框哈。蓝色的框框是在我们有意识的层次里面，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讲话，有分享这些东西，大家听得见，有共鸣没共鸣哈，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基本上都是在左右脑、在中脑的这个位置。那可能有一些情绪，就像说哈，这个人又是在啰里啰嗦哈，真的烦的不得了，
那这个情绪从哪里来？事实上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啊。你想说，哎，这个人，我今天听这个东西啊，心情好，哎，心情好不好？很抱歉，很难由我们做决定啊，从这个意识的层次做决定。OK，所以下意识的东西啊，就是占95%的，嗯，所谓，我们不知道的潜意识在做的事情哈，占我们脑部的这个功能的95%。我们真正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什么，真正在学习什么东西，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可是做起来的话就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只是在左右脑。所以知行不合一是天下最正常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正常。嗯，然后一个人，我们跟他讲了3遍、4遍、10遍，哎，他还是就一拼命点头，也想要做，可是做不到，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嗯，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如何才能够改变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触发点，让我们产生情绪嘞，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情绪，事实上这个英文叫 emotion， 就是 emotion 就是 enable motion， 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嗯，所以怎么样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的所谓的潜意识里面哈，然后让我们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呢，在我们的意识层次跟潜意识层次里面呢，都是很怎么讲，都是一样的啊，不会说我们左右脑希望去哪边，可是很抱歉，情绪脑跟爬虫脑来说，很抱歉，那不能去的，嗯，产生里面我们内在许许多多的矛盾哈。所以这张图呢，基本上就是说，OK，外面进来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五官哈，这些对我们感官的这些刺激，先经过爬虫脑到情绪脑到中脑到左右脑。OK，那爬虫脑呢，有一个它的这种所谓的记忆库也好，或者是资料库也好啊，那基本上就是说，OK，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反射的动作。那它反射动作出来是什么？就是指令。OK，所以，嗯，我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所谓的爬虫脑的指令。OK，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哎，然后我要撞到树了，然后在还没有撞到树之前，我的爬虫脑就会一直发指令。OK，就是说 OK，你要踩刹车，然后你的右手要举起来，然后你的左手要护在这个你的胸前，然后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哎，可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可是他指令发出来了。然后往后我这一辈子嘞，我的左手、我的右手嘞，就是会奇奇怪怪的想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一直需要压抑它。为什么呢？因为爬虫脑的指令一定要完成啊，已经这个发出来的爬虫脑指令没有完成，它就卡在我们的内在，时时刻刻就觉得说，我奇怪，我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这种地方僵硬，或者是想要做些什么？我的身体好像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一样的，就在不晓得在做些什么事情。这就是反射动作从爬虫脑的这个指令来。这个在诊所里面呢，我经常碰到，尤其是我做推拿的哈我虽然是中医师啊，我基本上是不用针啊，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人的身体啊，有些地方真的就是僵硬，就是好像有他自己的意识一样。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对我来讲，就是从爬虫脑指令来所以在整个人的这个彻底疗愈里面呢，的确我们有一个方法或者一个方向原则就是把爬虫脑的指令呢执行完。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执行不重要最重要是要把它执行完。然后这个外面进来的东西呢，经过爬虫脑以后进到情绪脑情绪脑有它这个自己的记忆体我们在这边我在这个图上呢，就是这个 B 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记忆体里面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所碰到事情，对我们有影响，对我们的生命安危，想要去的地方
吃得饱，能够茁壮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反正就是碰到以后就把它丢到这个有产生对我们的人有这个影响的时候，就丢到这个记忆体里面去，变成什么？变成所谓的触发点。OK，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要是钢琴弹得好了，就有冰淇淋吃；我钢琴要是弹不好了，我就要挨打。这个在我的情绪脑里面有触发点吗？绝对有触发点。所以往后呢，我一件事情给我做的时候，我自然会有情绪发生，我自然会觉得说，OK，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否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对我的人生观有没有影响？有巨大的影响，因为有条件。我今天吃冰淇淋或者是挨打，跟我弹琴弹得好或者是不好有关系。所以今天人对我好，对我不好，跟我做的好不好有关系。所以我一辈子呢，就希望人家能够肯定我。我要搞清楚说这些人到底希望我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一定要做到那样程度。所以我这一辈子呢，就是紧紧张张的，身体僵硬，始终是觉得说，OK，别人希望我怎么样，别人希望我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情绪，基本上就是有一点恐惧，甚至于有一点恐怖、恐慌，然后 confuse，OK，不确定，不知道人家要什么，然后在别人还不知我不知道别人要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好像都做不出来。然后我可能很喜欢帮助别人，很喜欢把事情做好，让人家觉得我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些东西嘞，层层次次，就是说，当我们去体会了解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原来我这个内在有这么样一个触发点，基本上就是要让我把事情做好，所以我才不会受到惩罚。那这个情绪，你说好还是不好？也可以说好，可能这个人可能有一辈子，事实上做事情做得非常好，不需要任何人的管理。可以去上班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一堆人都需要有人管，哎，可是这个人呢，很抱歉，你什么事情给他，一点你这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交代，你可以到处就是整理的好好，做的好好的，就放在你这桌上，保证班。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可能有十几二十年，在他做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好，可是慢慢的这些事情就要开始出问题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非常困难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他做什么事情都要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很自然就开始不平、不满、不甘愿了。为什么我做的这么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在乎，还要批评我，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所以这个触发点很厉害啊。然后情绪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排斥这个情绪哈，这就是我对这个天下所有的这个情绪管理哈，这个所谓的 EQ 哈，所产生的情绪吧哈，我真的每次听到这件事情啊，我就有这种淡淡的悲伤哈，因为情绪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有这样的一个触发点，那这个触发点当初有的原因是因为在保护我们，是因为让我们有冰淇淋可以吃，而不是挨打。所以这个出发点的目的不是跟我们作对，而是在保护我们。所以当我们去管理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去真真实实体会，因为在这个触发点是在潜意识里面，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我们对它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说，OK，我今天不要再受这个影响了，它就不在了。很抱歉，没有这回事，因为它在潜意识里。所以在我的诊所呢，我用这个方法哈，其实很简单，就是无限温柔
拥抱、倾听我们的情绪，好好的感觉它，倾听它，把它写下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礼拜几，天气怎么样？我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心好嫉妒。然后我嫉妒这个什么东西嘞？把它写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判断的，就是把它写得清楚，形容清楚，好像写一篇写一篇文章，哎，叙述文，就把我看到的东西清清楚楚的记下来，没有任何的判断。不说这个是我这个我又嫉妒了，我最讨厌我这个嫉妒心啊！每次有这个嫉妒心的时候，我就吃不下饭，我就睡不着觉。那我看到那个人呢，我好像就头就抬不起来。我真是讨厌恨死我这个嫉妒心了。No，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就是情绪是彻底疗愈的捷径，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再管理它，打从心里的接受它。OK，好，再往上走到了中脑。OK，所以大脑呢，我们把它分成中脑跟左右脑这跟这个经络又有关系所以中脑是督脉运行的地方所以督脉从基本上从尾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脊椎骨往上走，走到这个头跟颈交接的地方然后就进去我们的中脑。OK，那从哪里出来？就从两个眉毛当中出来这个印堂穴或者第三眼这样出来。我们的中脑呢，在西医上面有比如说丘脑等等这些纹状体等等这些东西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产生爱的荷尔蒙叫 oxytocin 也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的中脑事实上是负责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免疫系统，自动的系统，比如说呼吸、心跳，循环血压等等，都跟中脑有莫大的关系。然后中脑呢没有记忆体，中脑就是处理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处理完就没有了，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概念，所以跟我们的心呢是很相似的，基本上跟我们的心呢能够就是说中脑想心，就是说两个之间呢是有联系的那这个联系呢，事实上是等于说微电波了，好像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呢有这个一个单独存在的 WiFi 系统，只要这个中脑怎么想，心就怎么应心怎么应，中脑就怎么想那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就是说，当中脑没有能量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督脉不走的时候，我们的任督两脉没有办法好好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走呢？因为我们压抑自己。所以这跟情绪跟人生观等等也有关系所以待会我再仔细的讲一下。然后如果说中脑可以解决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感触到的东西呢，基本上中脑就解决掉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当下的力量。所以，嗯，就对我来讲有两个东西所以左右脑是一定要做对的事情，因为它判别是非嘛。OK，所以左右脑怎么样判别是非呢？就是从它的记忆体从 从这个 A 来，从这个记忆体 A 来的。这 A 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所有学习到的东西，所有听到的东西所有这个有解铃还须系铃人一失足成千古恨等等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来解铃只需解铃人，一失足就摔个跤嘛。然后人生观就是这个世界不安全、不公平，人心难测所以我们这个防人之心，一定要有。
等等这些东西，弄得我们左右脑在中医来讲，经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膀胱经跟我们的胆经。所以当我们的左右脑对这个世界不公平的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的胆经、我们的膀胱经就下不去了。OK，这个胆经、膀胱经是应该有从我们的后背、从我们的身侧的一路就是好好的走，走到哪里？走到我们的脚趾头的，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以后呢，就一天到晚在这个脑里面转，一天到晚转，什么事情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极度的不安全。所以在这个，因为我发了愿啊，是服务这个所谓有创伤的人啊，那这个当中有 PTSD 啊，有这个极度不安的人哈，有甚至有这个 Parkinson 的人哈，那这个非常明显，就是左右脑就是没有办法停的，好像里面就是有东西在讲话哈，讲过来讲过去，讲过来讲过去，有注意到这个了吗？注意好了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成一个对我来讲比较有力量的成语哈，就是嗯，就是怎么讲嗯。我一下想不起来哈。反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是觉得有危险呢，永远没有办法准备齐全。OK，所以这就是左右脑，当他这个世界不安全哈，我们一定要做对的事情哈，然后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有根据、有道理，而不是做当下最有力量事的时候。很抱歉，我们的胆经、我们的膀胱经呢，就是卡在我们的左右脑啊。那这个出来的东西是非判断，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一个感官，比如说听到说这个丈母娘要来了啊，要住一个礼拜，OK，所以进到我们爬虫脑，进到我们情绪脑、中脑、左右脑哈，然后产生依照我们目前的 OK 现状的这个人生观啊。然后这个所谓的有触发点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我们对这个岳母的看法啊等等哈，然后影响我们的经络哈，然后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感受哈，就是说听到以后是突然紧张起来了，还是突然放松起来了哈，嗯，然后会对我们的意有影响，OK，所以你看这个。所以这个一个感官进来以后，经过我们这个所谓的爬虫脑、情绪脑、大脑哈，大脑包括中脑跟左右脑，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呢，经过经络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意。所以假设说我丈母娘要来了，然后在这个左右脑的记忆体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些东西，就是他说他总算要来了，OK，太好了。那是不是会增加我对，就是说我再把这个意念再增强一点，然后这个意念又进来了。那如果说我就觉得说他又来了，你看你知道上次你有对我们家庭有多大的伤害吗？怎么还让他来呢？哇，那这个就你看这个就影响我们的意哈。然后，所以当我们左右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觉得世界不安全或社会不安全，我们非常容易就会去吸收或者去收集世界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的东西，更加加强我们社会不安全、世界不安全的意念。然后我们对这个是非判断就越来越厉害，然后增加我们的情绪这个触发点的能量。所以有些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人好像说，哎，这个过了几年就越来越极端了啊。对，那现在比如说这个2024年可能有些地方要大选了，选总统啊，选什么什么，哇，这一下子这个社会又分了好几个这个很极端的这几个好像派别吧，为什么？其实就从这边来。所以你有这张图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对我，就是说，嗯。
就是说这些东西它自己会加强，OK，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日子呢，因为过得不是那么好哈，就是说我的情绪事实上影响我要做的事情，OK，我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家，可是这个家呢，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心的，我也不开心，我配偶不开心，我小孩不开心，没有一个人开心的，哎，每一个人都努力的不得了，可是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对我来讲，我们可以或许哈，可以经由这些了解，知道就是说我们有潜意识，我们有意识，然后经过情绪，是不是能够把这两个东西调和的好？所以这张图的右边呢，啰里啰嗦一大堆文字哈，那基本上就是在形容这个东西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哈。我到时候会有一个 PDF 哈，跟这个到时候会有个 YouTube 的 video，然后 PDF 会放在上面。好，所以情绪的流程呢，嗯，这基本上刚刚稍微讲了哈，这所以把刚才这张图呢再换成另外就基本上一样东西哈，换汤不换药哈，眼耳鼻舌身意，OK，进来了以后，经过我们情绪脑产生情绪，进到我们的中脑呢，我们中脑要是处理掉，OK，做当下最有力量的事，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对，好像基本上就是对我来讲，智慧哈，就是做当下最有力量的事情，不是做现在最对的事情。对，最对的事情呢，往往是往往是让家庭支离破碎，国家这个世界不安稳最大的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做对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真理，很抱歉，都是他的真理。OK，两个国家会打仗，一定是因为两个国家都对的，从他们的角度。OK，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当下最有力量的事情？我们不要说这个，好像国家社会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在我们的身旁都有足够100%足够让我们彻底疗愈的的这个缘分啊，这个我几乎可以保证。OK，所以每一个家庭里面所吵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到最后都是一样。这个所有人的剧本都是一模一样的剧本，就演到最后演了个几十年，还是一样的剧本。为什么？没有做当下最有力量的事。OK，所以他经过中脑，可是因为这个我们不用哈，所以嘣一下就到左右脑，左右脑又是非判断，就跟以前一模一样，就掉到同样模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没有改变嘛，跟我们一天到晚吵架那个人人生观也没改变，他对我们的观点没改变，我们对他的观点也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即使学的再好再去上多少的课，对我来讲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情绪一下子到左右脑的时候，我们是非判断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掉到那个，我们基本上就又掉回那个洞里面去哈。我想，不少朋友都有切身的体验哈，我是绝对有这些切身的体验哈，非常非常多年。对啊，这些东西是个问题吗？不是个问题哈。我们有这些经验哈，这都有用。我们是有用的人哈，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用哈，不是说今天听到这个，你看我白活了几十年，很抱歉，没有一个人白活的，没有一个人白活生几世哈，多少生多少世。待会我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啊。所以一旦进了左右脑，是非判断以后，又更加深我们的意念哈，然后又 feed 回来哈，又回到这个情绪脑，因为情绪脑永远要接受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晚上灯关掉，躺在床上，我们可以有多少的情绪在折磨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意念，我们把这些东西加上是非判断、礼义廉耻、道德不道德，加在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对别人的言语行为的时候，真正伤害的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我姓屈哈，屈原的屈哈，我每次想到屈原，我就想说，他就是很抱歉哈，就是在这边加强他这个意哈，又回到这个情绪哈，所以到最后就是我们有粽子吃。OK， 好，可希望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还没有走到绝路的时候嘞哈，能够稍微体会一下，就是说搞了半天，我所有的痛苦，我所有的情绪。不是因为外面的人，不是因为跟我不是因为我的配偶、我的小孩，我一天到晚为他们好的这些人造成，而是因为我内在的这些 A、B、C 的记忆体、资料库、触发点，我所这个觉得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宝贵、非常正确的人生观。我所有的问题不是因为外面给我，而是因为我里面对外面的刺激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有这种体会的时候，我们开始不朝外，而是朝内，所以一下子解铃就不需要解铃人啊。对不起，解铃就不需要系铃人，解铃只需要解铃人啊。那个解铃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灵是什么？就是这些情绪啊。每一次我难过，我生气，我心中充满了恨，我嫉妒，我羡慕，我沮丧，我想要自杀，这些都是铃铛的声音啊，都是在那边叮叮叮当当当，空空空，在提醒我说我的内在有这些触发点。我继续认为这些叮叮叮当当咚咚咚咚都是因为别人所造成的，那我就没有机会去真真实实的面对我自己的触发点，真正去体会它、了解它，甚至于感恩它这么多年，甚至于这么多的生生世世在保护我。所以，一旦我们从外向内，就可以开始回到我们自己，回到自我，然后一层一层的走进去，好像这个洋葱一样。过了这个，那下面还有一层，然后还有一层。每一次听到叮叮叮的时候，哎，就又有洋葱可以剥了，又有触发点。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可是我听到这个叮叮叮了，咚咚咚了，我知道一个方法，可以再去体会，再去更深刻的爱我自己。我们能这样子，我们一定会爱别人。我们能够这样子，我们一定不会一天到晚去批评、判断其他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啊。天下不太平，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多少的触发点，让我们自己苦恼。天下太平，每一个人都需要太平啊。我们自己不太平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这些不是问题哈，这些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更加深他要保护我们。越保护越麻烦哈，就是好像说 OK，我就是要保护我的小孩，
，OK，不能够打电动，不能够看电脑，OK，每天要怎么样，一定要学中文啊，等等等等，我就是要保证他以后会有出息。我们做父母的多半都会做想要做这些事哈，或者是做了很久这些事哈，啊、呀，所以一旦我们可以把这个箭头，或者把这个能够真正体会了解，以前的话可能是责怪哈外面的因素，外面的环境、大的环境碰到的人，瞎了我的眼，碰到找到这个人，然后往内看，我的触发点是什么？我要尊重我的情绪啊！我要真的哇，我有情绪来了，哇，太好了，又来了哈！我还没到，OK，我又有机会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同样的情绪，完全不同样的心态，OK。然后当我们跟人与人交往的时候，然后这个人对我们有成见、有情绪，或者对我们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看到说，他不是对我，而是他这些情绪的后面有这些触发点，我只不过是让他能够触发的嗯，一个代表而已。好像说我今天从小被我爸爸打大的，我事情没有做好他就凶我，我没有做事，事情都做好以后就坐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他也要打我，说你闲着去干嘛干嘛，你不要在那边你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以后碰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反感。为什么嘞？因为我爸爸代表的不只是我爸爸而已，我们的内心的触发点都是所谓的 global 哈，就不是说啊，我内心这个触发点就是100%就是针对我爸，OK，那我还有一些触发点就100%针对我妈，OK，然后这另外一些触发点呢针对我姐姐，然后还有一些呢针对我妹妹。很抱歉，没有这样子。所有的触发点一旦进去以后是没有分别的，对所有符合当初建立这个触发点的那个人的特性，比如说我爸爸，所以是男生，OK，然后有权威，然后声音大，等等等等，或者对我的生死或者对我的这个生命有影响的人。很抱歉，这些人只要跟我讲话，都可以触发这个触发点。为什么？因为它符合跟我爸爸一样的特性，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的触发点是这个不分，就是说，所以当一个人跟我们生气的时候，跟我们大叫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哦，你就是针对我来的，OK，你只有碰到我，你才会这个样子。你对别人都笑眯眯，好得很，为什么就是对我这个样子？我们要知道，他对我们的情绪非常非常可能不是针对我们的。今天他离开我们，或者我们离开他，他碰到一个类似像我们这样的人，他还是会有同样的情绪，因为他的触发点还在。有意思哈。好，再来哈。那下面呢，宝贵的情绪哈。那为什么花这些时间啊？这其实我准备这个花最多时间就这个3个哈。所以这个每一个情绪呢，比如说有怒气啊，哈，这个 anger 哈，英文叫 anger 哈，冷漠无聊哈，这个 apathy 跟 boredom 哈，内疚、羞愧哈，等等这些东西啊，恨啊，得理不饶人，害怕哈，
错乱、嫉妒、羡慕、恐慌、恐怖、伤心、哀伤、自杀冲动，哈，忧郁、快乐、知足、感恩、幸福、喜悦跟爱，哈。然后每一个情绪呢，我分成情绪，OK，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比如说怒气就是保护、修复我们的界限，对。比如说我们开车，开车永远都有。我说实话，我们在走在路上哈，一定都有怒气，一定都有害怕。OK，这个就是一定有 anger 跟 fear。anger 是永远永远不可能拿掉的。OK，否则的话就是你走路都到处乱撞。开车的话一天到晚出车祸。为什么呢？因为怒气是保护跟修复我们界限最重要的东西。怒气也、勇气也包括在里面哈，所以每一个情绪有它的特性。比如说怒气就是保护、修复我们的界限哈，它包括一些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说暴怒，就是这个怒气呢，就是没有任何方向这个对人，比如说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被人家这个就差点撞到，等等等等，就开始那种暴怒，OK，疯狂一样的去想要去嘎他的车子。也包括勇气。所以在我的诊所里哈，常年被这个压抑、被这个虐待的人，经常他好像没有怒气哈，所以他从怒气进入到所谓的冷漠，就是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OK，所以冷漠的特性呢，基本上就是怒气的面具哈，所以他后面有怒气，可是他前面戴了一个面具，就是说我从来不生气的，我一点都没有办法生气。为什么？因为生气在一个被常年虐待的人身上是不能够接受的。他在被虐待的时候，他要是反抗、大叫、踢、咒骂，哇，那就更严重。所以我们因为要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把所有的怒气都压下来。基本上就是说，OK，你今天又喝了酒了，你在外面又不称心如意了，你要回来虐待我了，你就虐待吧，我就认了。你要干嘛就干嘛。对对，我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病人？有哈，我真的有这个有机会哈，因为我真的发了愿去服务人哈，所以真的有人来，对，真的没有怒气，就是冷漠，什么东西就是都好。对，我说很抱歉啊，你希望疗愈，你第一要能够有怒气啊，对，所以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哈？对对，冷漠也可以哈，怨气对 passive aggressive 也可以哈。可是那个的话，你还可以感受到哈，你可以感受到说那个人真的就对你不满哈。这个所谓的有真的有这种冷漠，就是说，或者就是说他把怒气这压的不得了的好哈，所以你还感受不到他的怨气。嗯，所以这个在诊所里，我们用一个很傻方法哈，就打从心里大叫或者诅咒，我是有用的人，我是有用的人，就这样子哈。就请他就在诊所或者到车子里面哈，就是这样子大叫，我是有用的人，哦，那个怒气一下就回来了，OK，然后再来他就说哈，下礼拜来的时候就这样，你知道吗？我这个礼拜在家里啊，我就经常生气，我看到这个人不顺眼，看到我说很好，你最起码你怒气回来了，OK，你没有怒气，你没有办法恢复你的界限啊，没有办法恢复你的界限，你没有办法疗愈啊，OK，好。所以这个有情绪哈，有特性，包括什么哈？比如说怒气，包括暴怒跟勇气。然后它礼物是什么？每一个情绪的后面都有它的礼物啊，不是每一个礼物都是，包的漂漂亮亮、亮晶晶的哈，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礼节，然后这个沉有点沉啊，然后摇一摇还哐啷哐啷响，我想说哇，是巧克力吗？不是每个礼物都这个样子啊。不是有些礼物就是
就是好像有棱有角啊，有刺有什么哈、就是让我们很不舒服。可是怒气所带来的礼物，就是人，就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界限就是我们的界限的尊严，然后让我们有所行动，就好像开车一样哈。开车为什么旁边的车子过来，我们马上会移？哎，因为我们有 anger 让我们立刻行动，马上恢复我们的界限。OK，然后界限不好的人，有最起码有一半的人就是用发怒，OK，来保护自己的界限哈。所以他的触发点就是说，他只要觉得说有这个界限稍微有人靠近一点，这个马上就会触发，这是他的触发点。OK，然后把这个经络大概的经络的这个可能会影响经络的走向哈，或者说卡住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就是他发怒的时候，这个肝跟胆。对，这个能量就要增强，基本上就进入另外一个经络的模式哈，让这个肝跟胆的能量增强哈，所以我们可以发怒嘛哈，让人家害怕。然后我下面加了一个哈疗愈的方向哈，就是我的界限真的有问题吗？对，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然后在我要恢复我的界限的时候，我要如何保持所有的人的界限呢？所以这个发怒哈、就是好像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界限给找回来了。你说你不要再惹我了，哎，可是我们也把那个人的界限弄坏了，所以就是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哎，重点是说我们要有这种所谓的勇气，维护我们的尊严，也要有这个勇气维护别人的尊严啊。你看这样不是很有意思了吗？我们就开始利用这个情绪，体会这个情绪，了解我们的触发点是什么。然后真真实实的把这些礼物收到。你看这个情绪是不是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哈。所以怒气、冷漠、无聊哈，这以下我就不一个一个这样讲哈，一个一个讲，这个时间可能花太多哈。可是大概是这样子哈。我觉得我的建议哈，就是说先从我再多讲一个哈，讲害怕。OK，基本上我在诊所里我基本上就讲这两个哈。那以下就是同理，哎，嗯，我说不定多讲几个哈。所以害怕也是哈，所以我们有 anger 跟 fear。OK，那 fear 的特性是什么？就是直觉啊。fear 也让我们行动哈，比如说就离这个远一点啊，或者是等等这些东西哈。直觉，OK，直觉就是，嗯，所以这个害怕哈，让我们的这个，嗯，害怕的礼物哈，就是基本上就专注，OK，清晰，记性好，OK，准备活力哈，然后他基本上就是说他观察力特别强，因为害怕嘛啊，听力可能也特别好，嗯，所以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有怒气跟害怕哈，anger 跟 fear 的原因就在这里。你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警觉性强啊，专注嘛，哎，然后什么事情要看得清楚。所以这个 anger 跟 fear 怒跟害怕哈，这个我们这个中文不是很容易讲哈，就是说怒气好像就是说 OK，你这个当然不好，那很抱歉啊，这是有必要的东西。OK，害怕听起来好像也不好，可是很抱歉也是有必要的。OK，一个没有害怕的人是是很难活得久的哈，就好像说一个人他没有痛感，或者说这在烧菜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烧起来都感觉不到的人，你说这怎么办呢？哎，所以怒气跟害怕，在它适当的范围之内，是对我们的范围、人的范围、人的界限有不得了的好处啊。我们今天做一个所谓的好人，哎。
老板说：“哎，你今天加班可以吗？”啊，当然好，我回去反正也没事哈，我家就没有也没有人理我哈，那我还不如加班好。可是心里愿意吗？不愿意。对，明明有这个所谓怒气，就是说，可是没有勇气去表达，就是说很抱歉，我不加班啊，我要回家。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的范围就不好，哎，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范围就是一天到晚被这个老板压迫，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不把我当人看，可是我又继续做，然后又觉得他不把我当人看，所以我们的界限好吗？当然不好。可是我又怕我一下子，因为我说不要，然后我又怕他臭骂一顿，然后他又觉得我怎么样，然后我这工作就没了，然后以后就怎么办？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卡在这个，既不能保护我们用这个所谓的 anger 保护我们的界限，又害怕有，所以我们你看，这光这两个情绪哈、就制造不完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害怕对我来讲，疗愈的方向哈、就是我还需要外在的肯定吗？然后我愿意做光明的灯塔吗？还是风中的蜡烛？对，所以一个人害怕哈、对我来说就是风中蜡烛，就是要想说我怎么样让人家嗯同意我、接受我、肯定我。这任督两脉就不容易畅通哈，胆经的话也下不来哈，因为随时都要算计哈，就是说这个人要我做什么，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我再多讲几个哈，其实这个讲起来也蛮有意思啊哈。你要是时间花太多就花太多吧。恨，OK，我恨死这个人，OK，我没有碰到过嘞，我真的有碰到过哈。我有没有过哈？我也有过哈。比如说啊、对这个情绪的管理 EQ 啊，我也有很强烈的这个情绪哈、也有过很强烈的情绪。OK，所以恨的特性是什么？就强烈的坚持，非常非常强烈的坚持我们的看法，然后希望把那个东西给打破、打断，然后把那个人呢给赶走，或者是什么什么。OK，所以恨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能量。对，好像镭射光一样，基本上就是非常的专注。然后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机会，我的确有经过一段日子，就是我心中充满了恨，那种感觉哈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感觉就是说那种让我自己就是说体会，就是说哇，我居然能够恨一个人，我居然在我四五十岁的时候，OK，学了一堆又一堆的这些东西，我居然可以恨人，哇，真是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嘞，对我来讲，那个恨，我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也就可能就是好运吧，哈，就是居然不是继续恨那个人，而是你有看看，就是说好好观察一下我这个恨，那真有意思。我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说我又有忧郁哈，然后又有恨，还有忧郁到一个程度，就是心中充满了恨，对，然后又充满了一些其他莫名其妙不能说莫名其妙哈，就是说其他很强烈的情绪。那刚开始排斥啊，抵抗哈、管理啊什么什么，到最后我就是观察，想说，嚯、这个恨真有意思，我居然可以恨人，然后恨对我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居然有一天早上呢，躺在床上还没有起来，就是内心就有这个无比的清晰的感受，就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我对我的爸妈
对我太太，对我四个小孩，对我自己，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些人。我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今天才会，这乱七八糟，OK，上上下下充满了这种强烈的不平、不满、不甘愿，甚至于恨啊。所以说实在话，我很感恩我所有的情绪，我所有的经验，我所有的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宝贝。没有这些东西，我真的能够有这些第一手的经验资料吗？很抱歉，我没有。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也不过就是空口讲白话而已。OK，所以恨哈，所以我们要是有这些情绪哈，哇，经常发怒哈，有心中害怕哈，冷漠无聊、内疚羞耻、恨，恭喜你，你有很多很多的礼物在你这边，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礼物，千万不要，或者说千万试着去用另外一种的方法，真正的去收到这一份的大礼物。OK，好，下面还有这些哈，比如说自杀的冲动，这些都是极度的，那种伤心、哀伤、嫉妒、羡慕、错乱哈，然后害怕，有内疚、羞耻等等后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对我来讲有两个所谓的 primary emotion 哈，就是最主要的情绪，对我来讲，一个是怒，一个就是害怕。OK，anger 跟 fear 对我来讲，这是两个基本基础的情绪。OK，其他的话，我觉得跟这两个东西稍有点关系好像这个啊、盐跟胡椒，OK，你基本上就是两个调味料就可以了。OK，可是你用不同的这个等等东西，也可以调出一堆你有不同不得了的这个汤很多很多种的汤。OK，然后最后我想提一下就是爱爱很抱歉爱不是情绪，爱不是情绪爱不是来来去去的情绪情绪是需要触发点的。OK，情绪是对我来讲爱是超越时空的连接。我们不要把爱当做情绪，对父母的爱、对配偶的爱、对孩子的爱、对自己的爱，不是情绪，是一个选择，是一个连接，超越时空，超越任何的状况。我们能够这样做嘞，很多东西说实在话，这些情绪一点就基本上我们看情绪的这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情绪的感受观点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情绪都是来来去去的。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心经》讲的五蕴皆空吗？眼耳鼻舌身意，哎，五蕴皆空啊。因为它来来去去没有，就是你看你就随时都可以改变呢、我改变我的人生观，改变我的这个触发点等等等等，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说要是我这个讲座让你有所共鸣的话，哎，你就可以跟人家讲说，哎，你知道吗？我现在知道我的脾气很大，对不对？你们说我脾气很大，你知道我有多大的礼物在我的脾气大里面吗？脾气大的人最会做的是什么？就是跟自己生气好像他一天到晚是脾气很大，跟别人生气，可是他在他内心里面有多大对他自己有多大的不满？发怒的人
一定是认为他的界限、他的尊严、他的地位、他的等等等等受到了打击。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这个连结是连接在言语行为上面，所以自己像风中蜡烛一样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经过这些事情呢？还好都有经过这些事情，才能够体会说，天下真的有东西可以让我不要再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来来去去，像风中的蜡烛一样吗？好，我刚刚讲的就是希望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嗯，情绪怎么来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控制，然后想要控制了，到最后基本上也是很困难或者觉得很难，或者有些人可以做得到，可是我做不到就等等的，或者知行没有办法合一，明明知道做不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然后所有的情绪没有高低，没有上下，没有正负，没有东西我们需要排斥、管理等等等等，都是礼物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触发点的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因为要保护我们，是因为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可是，嗯，可是有些触发点过时了，大部分的很多的触发点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真正把这个意识跟潜意识合在一起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我们一股脑全部丢在这个情绪脑的记忆库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这些触发点能够稍微清理一下，因为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哎，有向上茁壮的东西有，做好人做好事有，想杀人想什么样的这些这抢银行的也有，什么都有，哎，那这个一波尔时这突然被触发了，产生了我们情绪，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这到底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你要说这个念头就像这个猴子一样，就是捉摸不定来来去去，没有办法定得下来。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触发点。好，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就是所以有了这张图以后，就是说我们有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所以这个意呢，基本上是在我们自己内在的所以意是内在的东西。可是感觉好像是从外面来的可是事实上真的是意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所以我们把眼耳鼻舌身呢拿掉了。OK，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晓得就是说，眼耳鼻舌身从外面来的，都需要由我们自己内心的触发点、人生观等等呢去反应。所以这个操纵权在哪里呢？要负责的人是谁呢？是我们自己不能这样做嘞，也没关系迟早会这样做。OK，每一个人迟早都会彻底疗愈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痛苦寻寻觅觅，还不愿意改变，继续痛苦，继续寻寻觅觅，迟早都会彻底疗愈，迟早都会知道解铃只需解铃人，迟早会无限温柔的对待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是非，所有的东西，迟早。
这就是寻寻觅觅的定义哈，寻寻觅觅的这条路走不通啊，这在寻寻觅觅，再走不通，你迟早会找到这条路，迟早。OK。可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个人在做的哈，然后我在诊所跟我有机会服务的朋友的分享，所以这个呢，我给他的一个这个标题哈，就勇气的选择，彻底的疗愈哈，所以这个需要勇气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anger 哈，怒气哈，一定要有哈。选择，彻底疗愈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有机会别人给我们的，或者是找一个好医生啊，好的心理治什么什么哈，找一本好的书。很抱歉，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唯一能够疗愈我们的人，就只有我们自己。解铃，很抱歉，只能是解铃人的事情。我们的灵只有自己能够解。OK。这句话呢，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说。很抱歉，我不管你的修行有多高，你的体悟有多高，你的能量有多强，你没有办法疗愈任何人。要是可以的话，这些有大能量、大智慧、大慈悲心的人，早就把所有的人都疗愈，都全部疗愈，因为他们不会分你我，不会说啊，我这个有大能量，所以我把我自己家人疗愈好就好。No，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从某个角度来讲，痛苦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因为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只有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我经常听到这个话啊，尤其是从我小孩这边告诉我哈，他说：“爸，你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痛苦。”诶，我就看着他，我说：“诶，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没有任何人可以了解任何人的痛苦。我们可以说啊，我有这个同理心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很抱歉，我们不可能去100%体会了解任何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勇气，我们愿意选择走这条路，我们怎么样彻底的疗愈？OK。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把这个稍微分了一下。OK。左右脑、中脑、情绪脑、爬虫脑跟身体。OK。所以我们左右脑怎么样可以调整啊？如果有勇气去选择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建议的信念是说，天下有慈悲大爱，慈悲大爱到处都有，充斥所有的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人。这句话不是一个问句哈，我有什么用？不是这个哈，在任何状况、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人。我们所有经过的事情都可以有用。我可以是有这个大丛林里面的一棵小草。我这个一辈子所产生的氧气不如旁边的树1秒钟所产生的多。我有用吗？很抱歉，我有用。我今天是癌症第4期，OK，左边的肺都已经拿掉了。我有用吗？当然有用。我还能茁壮吗？当然可以茁壮。有用没有用，谁决定？我决定啊。我知不知道我有什么用？我不需要知道，我只知道我有用。我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有用吗？我知道有用，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有用，对每个人都有用吗？不一定。有什么用呢？不晓得。可是我是有用的人吗？你是有用的人吗？当然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吸最后一口气，吐最后一口气，可以有用吗？当然可以有用，有用的不得了。
我们在生死一线的时候，要是还是连接上慈悲大爱，连接上我们所有我们爱的人纯真无瑕的心，那是不得了的有用。所以4个基本的信念啊，第一个就是有慈悲大爱，我是有用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纯真无瑕的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任何时候都有选择权，选择连接上其他人纯真无瑕的心。无瑕的心呢，对很多人来讲，对这是一个需要突破的东西哈。就说 OK，你知道那个人对我做了什么吗？我说不管那个人对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还是有一颗纯真无瑕的心，可是他可能有禽兽不如的行为，可是他有一颗纯真无瑕的心。愿意试试看这个信念的人，有很大很大很大的突破。说真的啊，信念牵动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我们所有的身体，我们所有的能量。我们的信念要是说天下没有慈悲大爱，有些人有用，狠毒的心的人到处都有。我没有任何的选择，这经络怎么可能走得好呢？情绪，所谓的情绪，当然是一堆又一堆啊，比较又比较啊，世界不安全啊。那可能想说，哦，OK，你这样做了以后，那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负嘞？那很抱歉，完全没这回事。为什么嘞？你能够有这个信念，你的所谓的范围一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能够有这样信念的人，一定尊重自己的范围，也一定尊重别人的范围，绝对不会觉得说 OK，你可以随便把我的范围拿掉，那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做这件事情对我不好，对那个人也不好。然后每一个人就是说这是一个尊重，哎，所以不是说 OK，我今天说啊这边讲这边慈悲大爱什么什么，所以叫你这个人就说 OK，你这个人就是好欺负吗？No，很抱歉，你来试试看欺负我。我会连接上你的心，保护，就是说维护我自己的范围。可是我会不会接受其他人这种言语行为呢？就是说伤害别人的言语行为呢？说实在话，对我来讲，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说还是连接上这个人的慈悲，这个纯真无瑕的心，去体会说他，产生这些有这种有伤害人的，或者是等等，或者伤害自己的言语行为，哎，然后在这个同时做当下最有力量的事情，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就是我在诊所的这个嗯我在诊所的机会吧，就是去体会一下，就是说我能够怎么样做，嗯，我能够做什么样有力量的事情，嗯，而不是是非哈。OK，所以这是信念哈。然后原则，凡事为己哈，不是凡事为别人哈。所以这个有些话哈，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哈。很抱歉哈，这在这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哈。你到了美国，就一天到晚就是 May I help you？OK，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哈？所以你到了这个医生地方，就说啊，医生我要帮忙啊。医生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哈？一天到晚就是帮来帮去，帮来帮去啊。
凡事为自己。为什么戒？这出发点是在自己这里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真实实的帮助任何一个人。一旦我们帮助任何人，我们这人与人之间呢就有高下哈。就是 OK，你很容易就是说我帮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这么尊重他的范围，因为我来帮你啊。打破拘束。拘束是什么？礼义廉耻。拘束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啊，一些以讹传讹的东西，没有力量的东西，让我们产生害怕，产生孤独，产生孤立，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的东西。比如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有防人之心，有一定要有，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的日子真的过得比较好吗？然后从经络角度来讲，当我们把这个信念原则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不会卡在这个所谓的原始晋升的经络模式哈。原始就是离这个危险越远越好。那这个西医的话叫做交感神经的模式哈，fight and flight。近身就靠近生命啊，生死一线之间哈，就是极度的危险哈，或者说我们有极大的痛苦，基本上就看着镜子说，我再也不要感觉到任何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经络会进入到竞争的模式哈。这在我上一次讲这个帕金森症的时候啊，有提到哈。我们的经络也不会处在分离的模式，我们自己就不觉得孤独。因为跟慈悲连接的时候呢，连接上所谓的大爱的时候连接上，然后经由大爱可以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的限制连接上我们所有缘分的人，纯真无瑕的心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说我们所关心的人会希望，或者说能够跟我们有这个言语上的交集，行为上的交集，观念上的这个沟通，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说我爱我的小孩，我希望说他们可以跟我亲近，可是他们现在不跟我亲近，他对我有很大的这个怀疑，很大的成见，很大的看法。他认为我不可信任。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我能够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吗？这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哈，可能会更增强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距离。我可以做什么呢？对我来讲我真的试过，就是说我真的做过好多年，就是我打从心里就是连接上慈悲大爱，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有一颗纯真无瑕的心，我选择连接上我所有孩子，他们纯真无瑕的心，而不是他们的言语行为。然后我不要因为就是说，OK，这个所谓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或者他们现在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以后的将来就会有问题，而弄得我自己担心害怕，然后更有理由去帮助他们，更增加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我非常珍惜我这些经历这些经历给我一些第一手的经验资料。OK，所以这个大概是左右脑所以左右脑基本上我们就是重新建立或者说试试看一个信念。对，然后真真实实的去因为是在意识的层次嘛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认为是斩钉截铁没有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有没有力量？到底有没有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话，你知道这个
对我来讲，就是让多少人处在痛苦当中。当初这个人伤害了我，离开了我，背叛了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一定要有解决这件事情，他一定要道歉。可是道歉有用吗？我真的有碰过人，就是来告诉我，然后这个身心交瘁，原因是什么？40年前她丈夫跑掉，对我来讲，这就是痛苦，痛苦。这样好，讲中脑哈，所以中脑嘞，基本上就是做信念哈，中脑的信念哈，有用哈，我是有用的人，有不管是小草也好，有大树也好，都是有用啊。然后我能够茁壮，茁壮呢是由我的选择。然后不管我的烛光有多大多小哈，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就是一烛光的光明灯塔。哎，很抱歉，也是光明灯塔啊，我就是一烛光。哎，一烛光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有在那个很黑很黑的夜，就是有那么一扇光啊。哎，所以能够这样做，我们的督脉自然就走得好。然后督脉任督两脉畅通了，我们就自然会觉得说顶天立地，就跟着天跟着地了，就是有交流。这就是任督两脉。说真啊，这个中医啊，嗯，第一个学期所教的东西也最好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天地人，OK，或者天人地，OK，是相通的，能量可以相通的哈。怎么通？对我来讲就是任督两脉哈，对我来讲非常明显的这个任督两脉。OK，然后原则是什么？当下能做最有力量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同样的一个碰到同样的事情啊，如果说，哎，我怎么样做才会对，跟我当下能够做最有力量的事情是什么啊？一个是会到我们的左右脑，一个会到我们的中脑。当下能做最有力量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左右脑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问题，因为第一个是当下，第二个是最有力量。OK，最有力量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OK，可这个中脑很会做这件事哈，所以试试看哈。这个是我经常基本上我碰到任何的问题哈，我就是想说，OK，我当下能够做最有力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经常就会有个方向性出来。中脑我觉得并不太，就是说不会对我来讲啊，就是不是很容易告诉我说怎么做，可是他会告诉我说方向是什么。所以中脑跟左右脑可以合在一起用的时候啊，那个能量，这真是就没有这个怀疑哈，没有矛盾，没有等等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中脑说方向，然后左右脑去执行嘛。左右脑就是很会执行的东西嘛。然后这个还好，我们现在决定了，中脑决定了哈，不是左右脑在那边想说，OK，我到底是要去这个印尼嘞，还是要去西班牙？那印尼、西班牙那个各有好处，那天气怎样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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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然后就丢来丢去，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去哪里。OK，你要是丢给中脑，中脑就说 OK，我们就是去西班牙，为什么不知道？好，就是准备去西班牙。丢给左右脑，他就很快，这就很快，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对，订机票啊，订旅馆啊，弄车子啊，什么什么，哎，就弄得就是很好。左右脑因为需要判断是非、对错、好处，非常困难做决定，不容易做决定的人哈。然后左右脑就是害怕嘛，对，所以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你怎么做决定？没有办法做决定。就这两个哈，那情绪脑，对，情绪脑的信念知行合一哈。
知行合一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知行合一哈，而是说我们要是知行不合一的时候，可能行的不够，也可能知道的不够，OK，或者知道的不完整，不够深刻，OK，这两个稍微调整一下就好。对，那我个人呢，就是好像说啊，我明明知道，可是就做不到，我真的很气我自己。我想说，那你这个不是，这洞越挖越深吗？明明知道还是做不到，哎，所以你看，我们就卡在这个知见上面，因为大脑左右脑，哎，是意识的脑，所以他认为他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就应该做得到哈，可是这个很抱歉啊，情绪脑里面有这么多的触发点哈，潜意识里面有多少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哎，所以知行不合一的时候，笑眯眯哈，无限温柔哈。倾听我们的情绪，好好好好，没有任何的这个判断的去形容它哈，没有正没有负哈，千万不要说哈，我现在这个负面的情绪又来了，OK，我又有负面的想法情绪了，OK，把自己贴上这个大标签，那真的就就继续就卡在这个标签上面啊。我们越排斥这个情绪，这个触发点就需要有更大的能量，让我们去感受这个情绪啊。所以好像这个北风哈、要让这个人脱衣服，你吹得越厉害，这个人衣服穿得越紧越多哈、无限温柔就像太阳一样。那一些原则嘞，对我来讲就是，对不起哈，如果百思不解的话，哈，上上下下锥心之痛，哈，所以有任何这种举棋不定，哈，上上下下，然后这个很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的问题，就交给中脑，交给中脑。所以我当下能够做最有力量的事情是什么？对，我已经在这边百思了，百思必然无解。对，因为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思路、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没有办法解决。对，啊、然后我们真正能够去拥抱、倾听、形容我们的情绪，真正去体会到后面的触发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刹那，真的啊，大家试试看哈，我真希望每个人有这个感受哈，的确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感受哈，任督二脉畅通无比，肝郁嘞刹那之间没有，肺经嘞畅通，就突然之间就觉得海阔天空啊。因为我就是我卡住这个所有触发点都是卡住在某一些的特性上面，比如说我对我爸爸，对一个有权威，对我的这个嗯，you know，吃冰激凌或者是打有能够做决定有权威性的人，我对这个人就对类似这样的人就是过不去。你知道天下有多少这种人吗？所有做官的、老师的，老师、上司，甚至于配偶，都有这些特性啊。所以我只要有这些触发点，我对天下有多少人是有情绪的，然后能够解决一个触发点，对我们的生命有莫大莫大的影响，嘣一下海阔天空。然后只要有一次的这种感受，就好像我会骑脚踏车了，OK，摇摇摆摆多久多久，还在摇摆摇摆，不对，哎，就居然会骑了，OK。再来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苦恼，就不会再分类了，我们就会用同样的方法，甚至去就会谢谢这个所谓触发我们情绪的人说，哎，你知道吗？好像我们是仇人，可是仇人相见，分外有缘。我们一定很有缘分，因为你真的能够触发我一些东西，哦，真是过瘾啊！
也只有你能够触发，不晓得为什么。你有一些特性是对我的触发点是特别特别的，我的触发点对你这些特性特别的敏感。谢谢你，还好我的生命有你。OK，爬虫脑哈，爬虫脑嘞，就是因为外界哈的这个刺激哈，然后发指令，OK，所以爬虫脑嘞的指令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极度危险的时候，OK，所以这个信念是什么呢？不分左右哈，我们经常这个爬虫脑有指令呢，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身体的一边哈，或者是上身或者下身哈，就是说有上下哈，上下左右，OK。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在这个受到人家的这个迫害哈、创伤的时候，他的右手被压住，那他想要反抗，这爬虫脑发的指令就是说，OK，你右手，因为他的右手是他的这个比较顺手的手，OK，就是右手就拿起来，然后去扭推这个人，或者是戳他的喉咙，OK，扭扭弄他的眼睛，OK，嗯，所以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往后不有多少多少年，他这个右手就是不对，就是僵硬，好像要做些什么事情，可是又需要把它圈的好好的，所以就右手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僵硬。你这个手臂嘞，从这个手肘这个地方要把它打开，右手就是打不开，所以这个人很容易分。然后右手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肩胛骨一定要出问题，所以50肩呢在那边呢一定也有。就等等等等这样，所以这个人就会说，你知道吗？我的这个右边就是有问题，你看我这个身体的右边就是不对，就是有问题。OK，我右边是我这个 bad side，就是不好的那一边。OK，所以第一，我们先不要分左右了哈，也不要分状况哈，就是说我现在我讨厌我在那个痛的时候，我很讨厌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嘞，然后就是全身酸痛，或者是脚肿起来，或者是有这个有这个 gout，OK，gout 怎么讲？忘记了哈啊，我们全身上下都是一体哈，对，痛风哈，谢谢 Albert，OK，gout 就是痛风哈。所以有任何状况的时候，等等这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所以这是信念哈，原则无暇的心哈，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用啊，人事物都是有用。我们为什么有这些不平、不满、不公平，不甘愿，给有这种甚至于残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知道，卡在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永远卡在那个地方。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过去。所以我是有用的人哈，这一句话把我们的勇气拿起来哈，可以接受面对，说这件事情我有这个经验，然后我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所给我情绪脑里面所种植的触发点，然后在我爬虫脑里面所发出来的指令，还没有执行的指令，我要好好的把它处理掉。我要有勇气的选择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在诊所的话呢，然后这个人呢，就是说回家也可以自己做哈，这些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就打从心里嘞，连接上慈悲大爱。对，打从心里我是有用的人啊，然后从这个第三眼哈，连接上慈悲大爱，连接上那个人纯真无瑕的心，然后回到那个状况，拳打脚踢、哭喊、有严厉、大叫，
所以我在我诊所啊，真的是这样子哈，基本上就是说我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弄好了，OK，躺着床呢旁边都没有东西可以让他这个拳打脚踢的时候伤害到自己哈，然后就请他大部分人回到这个爬虫脑指令没有办法执行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全身事实上是僵硬，没有办法动。所以我就请他这个小指头，先小手指头稍微动一下哈，然后手腕动一下，手肘动一下，慢慢手可以抬起来，就可以开始这个挥舞。反正你觉得这个身体想要做什么事，你就让他做什么事就对了。想要大叫什么、大哭、大喊，喊什么，就是说请求你不要再碰我了，就类似这种东西，你就顺着。不要再压抑我们爬虫脑没有执行完的指令，让它好好的发散出来。能够这样做的人呢，任督两脉就立刻畅通哈，能够呼吸，不再压抑哈，不再僵硬。然后身体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复原哈，可是绝对会复原。对。然后身体呢跟经络有莫大的关系哈，身体因为有这个意外啊、手术产生的疤痕哈、咬伤、烫伤哈、撞击、震荡、脑震荡哈，这些东西我们可不可以把经络再打通呢？都可以的。原则是什么？无限温柔的对待自己，不是说我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哈，然后我就这个脚就是一长一短，OK，等等等等，这种无限温柔的对自己啊。然后用自己的手推拿按摩，无限温柔的自己照顾自己。那如果说来诊所的话呢，我会针灸哈，如果有疤痕的话，可以，比如说这个癌症，这个手术，可以，C-section 哈，这个剖腹产，对，有等等等等这些手术哈，要是来我诊所，我要是觉得说这个人愿意，然后他能够无限温柔的对自己，我会用针哈，我基本上我唯一用针的机会就是把这个处理疤痕哈，或者是烧伤、烫伤哈等等这些地方哈，嗯，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1、2、3点啊，一就是会阴啊，做什么事情会阴开始。二就是我们的坐骨哈，两个坐骨只要坐下来就感觉到两个坐骨哈，否则的话就是坐一边哈，然后身体歪一边的脊椎是真的是要歪哈。三就是每一个脚下的3个点，我们站的时候、走的时候呢，就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是不是能够平均的分配在这个3个点。然后这个，我们往前移、往后移哈，走路的时候，这个跟这个3个点有什么样的关系？不会说站的时候就是站在一边哈，两边就站的时候两个脚应该是平均的分配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重量，对，所以这对我们的体态非常非常重要哈。然后当我们注意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会就是说我们能够聆听到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这些讯号，对，你看，所以情绪是我们触发点跟我们的讯号，我们身体事实上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讯号哈，我们要能够知道的话哈，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整个人哈是有莫大的好处。嗯，好，是非你我哈，永恒当下哈，所以我们常常说，OK，我要活在当下，我要活在当下哈。说实在话啊，只要我们有是非啊，这个当下就是有没完没了的当下哈。有一个人丈夫离开她、背叛她等等哈，有40年以后，还是好像活在同样的时候，所以这个当下，他还是在那个当下。对，然后我们做这些连结哈，我们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些事情，不早也不晚。对，只要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哈，鼓起勇气试试看。对，知识不是力量，智慧才是力量。智慧就是我们中脑哈，做当下最有力量的事情。当下最有力量的事情就是智慧，不是做对的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都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造成了许多的痛苦，许多我们不希望看到发生的事情。再来的话，就是跟大家我们彼此共勉啊，爱之深，爱之切。不是说我已经这样子对你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 ，OK， 我现在就是嘣一下就是有无比的责备 ，OK， 爱之深，爱之切，彻底的爱。我们生生世世寻寻觅觅啊，终究会回家，终究会照见我们纯真无瑕的心啊！这对我来讲是每一个人绝对会做到的事情。每个人的真理都是他的真理哈。爱有条件必然痛苦，所以这整个这个超过15分哈，整个讲座嘞，基本上就跟大家就是说跟怎么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放下，不要再管理，不要再排斥，不要再好像就是说我们身体里或者心理或者是情绪或者是潜意识有这些问题，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是我们有随时都有这些机会，可以让我们去用。然后因为选择，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茁壮，我们真真实实可以平息、平复，回到我们的照见我们的这种纯真无瑕的心呀。好，说完了，谢谢大家哈，有点这个挤压了很多的东西哈呀。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我要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我很希望能够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哈，或者说分享一下每个人的经验哈。嗯，或许我们找机会做哈。要是有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哈，我今年的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好好的整理一下哈。对我来讲，情绪是真的是彻底疗愈的捷径。没有情绪，没有这扇门啊，没有这条路。因为我们真真实实所需要彻底疗愈的东西，就在这个潜意识里面。OK，嗯，呀，谢谢大家哈。所以我希望我今年真的能够把这个再体会的再深一点哈。呀，好，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哈，彼此这样做。OK，这样有个朋友说哈。可以谈谈孩子鼻子对猫毛或花粉过敏的问题吗？如果排除是猫狗毛和花粉过敏，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底层的东西从哪里来？哈，跟什么样的信念有关吗？啊，这可能跟他身体有点关系哈。所以他的我不晓得几岁哈。可基本上对我来说，这个过敏，OK。过敏跟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下面有这个鼻窦，OK，然后眼睛上面是膀胱经哈。嗯，所以他的鼻窦多半会痛，OK，然后他的这个颈子、脖子嘞，然后背部哈，然后一路下去，脚踝也可能说不定有扭到过哈，所以这跟我们膀胱经下不去也是息息相关哈。所以这个过敏对我来讲，我治过敏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哈，就是把小肠经在脸部的小肠经哈，跟膀胱经，OK，把它顺一下，OK。嗯，头有没有撞过哈？尾椎有没有摔过？脚踝有没有扭到过哈？这些都跟这个都稍微有点关系哈。然后如果说这些东西不是很严重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原地跑步，给原地跑步，就是最好是前面有个镜子，两个眼睛平视看着自己的眼睛，就在原地跑步12分钟。OK，
然后这样跑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循环会增强哈，然后它的这个呼吸会开始顺畅，OK，然后这个鼻这个呃小肠经跟这个膀胱经哈，就是说鼻窦的这个循环哈，也会能够就是说顺下去哈。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其实我从小这个过敏的很厉害，我有气喘的问题哈，气喘啊、花粉过敏啊、这种猫狗啊等等这些过敏哈、烟的过敏等等的过敏一堆又一堆哈。嗯，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我有这些经络就是走不好。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试试看，好吗？OK，嗯，对，所以脚踝，所以脚踝扭到了，这跟情绪有关系啊。脚踝扭到的话，他自然就觉得说这个生命不安全啊。脚踝要是还没有好，或者说脚踝好，或者是脚踝还是很痛，可是人家说，哎，我看你还好啊，你就这样，不要什么什么，哎，那所以所以我建议你哈，既然有这个机会，OK，然后是自己的孩子，哎，请他躺着，你打从心里无限温柔的握着他的脚踝，就这样就好，无限温柔的做这件事情。OK，不要想说他有这个有脚踝怎么样，或者是他现在身体有一些状况，哎，比如说这个过敏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要把就是说这些东西只是表象而已，哎，就像情绪一样，哎，嗯，无限温柔的对，OK，试试看哈，因为你要是能够他躺着面朝上哈，然后你无限温柔的握着他的脚踝，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哈，就握着，然后稍微往你的身体这边稍微轻的不能再轻的，稍微好像就是说 OK，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意念，就是说你可以放松一点点吗？就这个细微不得了的这种，没有任何的说你要做什么，你这个要好，我现在把你这个弄好，不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当他感受到你无限温柔，没有条件的在做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去做好，或者是依你的意思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放松，你跟他之间的能量能够交流，不要帮助他，而是说我有这个机会，应该是妈妈哈，Kathy 妈妈，就说妈妈可以有这个机会，握着你的脚踝吗？你是为了你做哈，不是为了你孩子做。嗯，试试看哈，无限温柔的为自己握着孩子的脚踝，然后看你感觉怎么样。然后你的孩子刚开始可能会对你有很大的怀疑，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你继续没有条件做这件事情，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去爱他，无条件的、无限温柔的继续做这件事情。他会体会到你的心，体会到你对他没有要求，然后你也会体会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是亲子能够共同疗愈最好最好的机会啊！所以恭喜你，他的脚踝有问题哈，或者受伤过哈，然后好吗？好，所以你看这些东西跟情绪是有关系哈，因为嗯呀，的确是有关系哈，试试看哈。嗯，所以你看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回到这张图啊，我再多花大家一点时间哈。这一张图哈，看起来就这么一点东西。说实在话，我在诊所用就是这样用，没有别的，就是这样子。OK，所以对我来讲，中医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东西。OK，然后中医一定要跟这个左右脑啊、中脑、情绪脑、爬虫脑一定要相通。OK，不是说 OK 你这个鼻炎或者过敏，当然就好来扎这个针、吃这个药，喝这个那种苦的不得了的水，哎，有用吗？很抱歉，我们有多少东西是会影响
过敏啊，影响我们的情绪啊，影响他，或者说他就是说，然后这个会有一个所谓的这种负，也不能说负哈，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的 feedback system，有这个回馈的系统，哎，他越不舒服，然后他情绪就越不好，他情绪越不好，他就越不舒服，然后这个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哎，书没有办法好好念，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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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弄得就是说天翻地覆，怎么办呢？无限温柔的握着他的脚，然后在那个时候对他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爱他，就是连接上他纯真无瑕的心，而不是他的状况，他学校的成绩，他容易暴怒的情绪，试试看哈。呀，好，谢谢大家，咱们下礼拜见哈。我是希望说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做一下这个事情。好，好，我先把 Zoom 关掉，谢谢大家来哈，感谢大家的时间，咱们下回见。